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29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民营的力量。第4个误解，从国家的面貌来讲，从城市的面貌来讲，改变的最大的所谓的名片，显然是国家投资的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大的标志性建筑物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是政府主导，有些是政府自己干的，还有一些是政府推动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什么东西可以拿出去，在全世界站得上，构成对西方也有一些威胁，或者说具有竞争力的。大家首先就想到华为，美国、世界头号强国都要打压的，而华为并不是国有资本控股。比亚迪这个世界电动汽车销量第一，包括中国所有的整个汽车行业，国有占比也是极低。但是中国的汽车行业，至少电动汽车已经站在世界前列了。新能源行业，无论是风能、光伏、电池，统统是民营控股企业。网络平台企业，阿里、腾讯、京东等等，不但是民营，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资。高科技企业，搞无人飞机的大疆，搞语音的科大讯飞，搞 AI 的许多企业都是民营为主。当然，民营企业做大了以后，国有资本也开始进入，但是当他们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起作用的是民营的力量，这是第4个方面。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时期。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中国对揭露反习近平抗议活动的活动人士展开秘密战争。电报，与去年中国广泛的反封锁抗议活动有关的活动人士正受到当局的恐吓和骚扰。北京正试图恐吓那些他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的人，这些人揭露了抗议活动，无论他们是否参加了抗议活动。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公民李颖在中国一直受到家人威胁的骚扰，并被切断经济来源。中国政府还想方设法通过匿名向公司举报他的行为来干涉李在意大利的工作。利用经济手段压制意见的现象越来越多。在拜登的热情之后，韩国领导人在国内面临不同的调子。纽约时报，总统尹锡悦前往华盛顿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在国内遭到批评。许多人认为这是背离韩国外交谨慎的历史立场的一个转折点。他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支持，并通过一项名为《华盛顿宣言》的联合声明赢得了赞誉。该声明强调美国将韩国视为其朝鲜半岛和战略的协商伙伴。然而，在呼吁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以抵御来自朝鲜不断扩大的核威胁的呼声中，他的回国经历了2极分化的评论和低支持率。拜登政府承诺将韩国视为核合作伙伴，但敦促该国不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库来抵御未来的威胁。韩国尹总统的批评者认为，华盛顿宣言更加强调美国对韩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担忧，进一步疏远核危机与中国的关系。恐惧与对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通货膨胀减少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对该国电动汽车和半导体行业的影响的担忧加剧，增加了国内对尹总统的审查。尹锡悦总统在前往美国的离职演说中承认了美国和韩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随着韩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关系似乎只会变得更加重要。然而，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韩国放弃其长期以来谨慎的外交传统是否是正确的举动存在疑问。滴滴超越巨额罚款和 COVID-19， 在2022年缩小亏损。南华早报，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报告称，尽管收入下降，去年中国网络安全管理部门处以8位数的罚款，但其2022年的净亏损减少了 52%。收入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的不利影响，导致拼车次数减少。而滴滴的大陆业务也因在美国上市后不久收到的80亿元人民币和12.3亿美元罚款而受到打击。然而，3月份的数据表明业务恢复正常，该公司的每日交易量同比增长 42%。滴滴还宣布了在物流和自动驾驶领域的新投资，最终推出了机器人出租车原型滴滴神经元。通过应用程序赚取6位数收入的 TikTokers 担心潜在的禁令。多伦多之星，加拿大 TikTok 影响者担心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禁止该应用程序，因为他们担心敏感的用户数据可能会交给中国政府。来自加拿大、美国、欧洲、印度和新西兰的立法者已经禁止该应用程序在政府设备上使用，尽管其所有者字节跳动保证用户数据不会被中国政府使用或促进亲北京的宣传。壁画艺术家蒂娜、阮 Tina Win 和喜剧演员达西
迈克尔 （Darcy Michael） 等一些加拿大影响者担心禁令会影响他们的生计和个人品牌，尽管其他网站会出售用户数据以牟利。美国前安全顾问呼吁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多伦多新报在访问台湾期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呼吁美国和台湾加强军事战略合作，并在台湾问题上集体回归反对中国。他警告说，两国迫切需要就北京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制定应急计划，并表示在袭击发生后为时已晚。博尔顿还要求取消积压的约190亿美元美国对台军售，这表明加强台湾的国防基础设施对全球而言至关重要。美国表示，由于对 TikTok 的担忧持续存在，因此紧急采取行动保护数据。南华早报，美国商务部长已确认将聘请数十名员工监督、调查和执行外国公司对美国人数据的风险。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将对中国 TikTok 的担忧列为风险的一个例子，这导致立法者考虑是否应该禁止该应用程序。上个月，参议员马克华纳和约翰图恩提出了新的立法，授权商务部审查或阻止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外国交易。否认存在任何此类风险的 TikTok 拥有超过 1.5 亿美国用户。沙特阿拉伯、伊朗将在几天内重新开放大使馆。部长，半岛电视台，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安表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将在几天内重新开放各自在对方首都的大使馆，这表明之前紧张的关系可能会缓和。双方上个月在中国会晤时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重新开放各自的大使馆。由于据称伊朗卷入也门冲突，引发了该地区的许多冲突，包括叙利亚内战，他们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存在问题。美韩达成协议后，朝鲜威胁进行军备竞赛。英国广播公司，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警告说，最近的美韩华盛顿宣言将使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面临更严重的威胁。美国将向韩国部署核潜艇，以应对来自朝鲜的核威胁，而首尔已同意不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任职并对他的兄弟有影响力的金女士表示，朝鲜的核威慑力量应该进一步完善。偷偷摸摸的航运如何帮助俄罗斯？金融时报，据报道，自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自动识别传输存在漏洞的船只一直聚集在刻赤海峡。根据 Lloyd's List Intelligence 的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有586艘船舶，大多数悬挂俄罗斯国旗，实施了1753个 S 漏洞，其中大部分货船或油轮。这些船只的存在表明，俄罗斯正试图破坏西方的制裁，并可能正在运输走私产品，可能是偷来的乌克兰谷物，或躲避国际贸易限制。几个没有谴责乌克兰入侵的国家，如印度、中国和阿联酋，也没有签署西方主导的制裁。中国能用旧算法挫败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防御系统吗？南华早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研究人员声称，已经开发出一种可以超越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拦截系统的技术。该技术基于一种算法，可以分析中国用来躲避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轨迹。该算法基于多模型自适应估计 （MMA） 的统计方法。张学松及其团队使用该方法帮助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躲避拦截，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计算所需的资源数量。这意味着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可以避开美国的导弹防御技术。在涉及高超音速武器的任何潜在冲突中，这可能是一个强大的优势。尽管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实际能力及其躲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尚不为人所知。尽管受到制裁，印度抢购的俄罗斯石油仍在为欧洲提供动力。南华早报，随着印度购买创纪录数量的俄罗斯原油，印度有望成为欧洲最大的精炼燃料供应商。印度将俄罗斯原油转化为柴油等燃料，然后加价出售给欧洲。2014年12月，欧盟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几乎所有海运原油，2个月后将禁令扩大到精炼燃料。尽管受到制裁，俄罗斯石油仍开始设法返回欧洲，尽管要走一条更迂回的路线。随着俄罗斯向印度出售更多原油，这个亚洲国家成为欧洲最大的精炼燃料供应商。欧洲国家发现自己与印度炼油厂竞争，以获得更便宜的原油。丑闻缠身的中国足球再次陷入犯规困境。日经亚洲，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在接受国家反贪局调查后，被免去副部长级职务。这是中国打击体育腐败的最新举措。体育腐败经常因比赛造假和运动员高薪等错误原因而成为头条新闻。在对 TikTok 的担忧中，美国商务部长详细介绍了保护美国数据的努力。环球邮报，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 表示，拜登政府将加强对外国公司处理美国人数据的监控，以解决安全问题。该部门将招募一个团队来寻找可能对美国网络和数据造成问题的公司 ，TikTok 就是其中之一。上个月，参议员在24名同事的支持下提出了限制法案，该法案将赋予商务部更多审查或阻止交易的权利，但批评人士称该法案威胁到公民自由。
中国警察局案显示，美国加大对外国代理人法律的使用。日本时报，随着在美国的外国活动增加，美国司法部在2021年指控至少25人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最高数字。这些指控出台之际，美国继续调查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外国行为者，试图影响该国的选举、商业和技术交易。专家表示，最近对这项历史性法律的使用主要针对那些在美国领土上进行骚扰的人，这标志着它从之前针对传统间谍活动的使用发生了转变。然而，由于被告选择认罪或在海外，这些案件很少开庭审理。欧洲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助推美国政策。日本时报，包括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国家正在考虑限制中国的出口和投资，以支持美国倡导的战略。因为尽管存在乌克兰冲突，但人们对中国对其本国人民的侵略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盟感到越来越失望。这一变化反映了非洲大陆的重大转变，该大陆此前曾抵制美国结束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努力。尽管仍存在重要差异，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对全球大流行病应对措施的脆弱性越来越强。大批内地游客涌向香港过黄金周假期。南华早报，随着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的开始，香港旅游业呈上升趋势。位于西九龙站的高铁客运站迎来了来自内地各个城市的游客源源不断的涌入。铁路站和港铁柯士甸站的售票亭和客户服务柜台都排起了长队。平均而言，游客预计在3天的行程中会在便利设施上花费约3000港元。南华早报称，香港批准了33000份人才签证申请。彭博社，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志伟表示，香港今年批准了超过33000份人才签证申请，以吸引熟练的外国工人，并抵消2020年香港工作人口减少2.4%的影响。他补充说，针对包括中国大陆居民在内的全球技术工人的7项计划，将使香港能够实现其在2021年吸引35000名外国工人的目标。顶尖人才准证计划自去年推出以来，已收到24000份申请，其中15000份获得批准，发放了为期2年的工作签证。日本首相岸田将访问韩国举行首脑会谈。路透社，预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很快访问韩国，并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作为对韩国领导人上个月访问东京的回访。会议预计将在 Kishida 于5月19日主持 G7 峰会之前举行。他们的主要目的将是确认这2个邻国在广岛 G7 峰会之前加强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由于朝鲜频繁发射导弹，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因战时补偿和贸易等问题而紧张，近几个月来一直在改善。通过中国简报随时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